虚拟股呢和其他几种员工股权激励的方式最大的差别，而华为呢就是其中一个典型。正是因为虚拟股的这种特性，它通常是适用于，所以如果你的公司也是符合这样的特点呢，就可以考虑虚拟股了。欢迎来到我们美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，记得订阅我们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获取最新视频哦。多点干货，少点啰嗦，欢迎来到创业公司法律说，我是美国律师刘晓笑。上一期呢，我们介绍了常见的6种员工股权激励方式中的前3种，包括限制性股权 （restricted stock）、期权 （stock option）、限制性股权单位 （restricted stock unit）。那么这一期呢，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剩下的3种，包括股票增值分红权 （stock appreciation right）、虚拟股 （phantom stock）， 还有员工股票购买计划 （employee stock purchase plan）。先来说一下股票增值分红权，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下这个概念。首先，第一点呢，从它的名字 Stock Appreciation Right， 我们从这里呢就可以看出它的重点是在于是增值，也就是差价的部分。这点呢，其实听起来和期权非常的相似，但是呢，不同的是期权的结果最终员工拿到的是股票，而股票增值分红权 Stock Appreciation Right， 最终呢员工拿到的仅仅是增值部分分红的权利。另外一点和期权不同的是，股票增值分红权呢，通常都是发展比较后期或者是已经上市的公司才会使用的，而期权呢，通常是比较早期的创业公司使用的。说到这里呢，大家又会感觉这个股票增值分红权好像跟这个 RSU 比较类似，因为都是后期或者是已经上市的公司使用的，并且呢，员工最终拿到的其实是一个分红或者是现金的收益。但是呢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比较后期的公司或者是已经上市的公司，其实呢它的增值空间已经比较小了，也就导致这个股票增值分红权呢，其实能够增值的部分并不是那么多，员工最终实际到手的收益并不会很多。这也就说明股票增值分红权通常的待遇呢，并不如 RSU 要好。讲到这里呢，大家应该也会发现，从公司给你的员工股权激励的方式，应该就可以看出你在公司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公司对你的诚意了。虚拟股 Phantom Stock 又叫 Shadow Stock。说到虚拟股呢，我们最常听说的例子就是华为了。虚拟股呢和其他几种员工股权激励的方式最大的差别有2个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虚拟股只有分红权，没有表决权。也就是说呢，股东年底分红的时候，你可以跟着一块分红，但是呢，股东大会表决的时候，你却不能跟着一块表决。这点呢，其实和 RSU 还有 Stock Appreciation Right 有点类似。有的人呢可能会说，反正我也就是那个0.0几的股东，表决不表决也就那个样子了。但其实呢，股票并不仅仅意味着表决权，只要你是公司的股东，即便你是0.0几的小股东，你也是有查阅公司账目、财务报表以及法律文件的权利的。而如果你拿的是虚拟股，那么无论分红的比例多么大，那都只能是一个等着分钱的份儿。另外一个不同呢，就是虚拟股是在员工在职的时候享有，离职之后就会全部自动没收了，即便是已经成熟的部分，也会在离职的时候全部自动没收。其他的几种方式呢，在员工离职的时候，起码是有权把已经成熟的部分带走的。正是因为虚拟股的这种特性，它通常是适用于没有上市也不打算上市，但是业绩和现金流都比较好的公司。而华为呢，就是其中一个典型。所以如果你的公司也是符合这样的特点呢，就可以考虑虚拟股了。因为对于这样的公司来说，员工并不指望着你的公司做到10倍、100倍、1000倍，上市之后把你的股票拿到股市上去卖钱，而是更加在乎当年的营业收入。所以应该说，虚拟股更类似于是一种给员工计算奖金的方法。最后一种呢，叫做员工股票购买计划 （Employee Stock Purchase Plan）。别看它名字很长啊，但其实呢，它是我们介绍的这6种员工股权激励方式中最简单明了、最直白的。其实呢，就是公司给了员工一个购买本公司股票的折扣券。举个例子，如果说公司呢现在在市场上的股票价格是100块钱一股，公司给了员工一个5折的折扣券，那么员工呢就可以以5折的价格，也就是50块钱购买到1股的股票。那么员工买到这个股票之后呢，转手到市场上一卖，净赚50块钱。有的人就会说，那这种激励方式还不如公司直接给我50块钱奖金呢。但其实呢，你如果仔细一想，就会发现这种激励方式非常巧妙，因为在整个过程中呢，是员工出了50块钱，市场上的一个股民路人甲给了员工100块钱。在这个整个过程中，公司没有动用到任何的现金流，起到了借花献佛的作用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介绍完了全部的6种员工股权激励的方式，现在来总结一下。第一种呢，就是期权，是初创公司用的。它的重点在于差价，员工通过行权 exercise 这个动作，最终可以拿到股票。RSU 限制性股权单位，这是后期的或者说是已经上市的公司使用的，重点是股票的全部价值，而不是差价。员工拿到手的是股票，但是通常会迅速变现。
限制性股权 restricted stock， 它是初创公司的创始人使用的，从第一天起拿到的就是股票。虚拟股呢是不上市，但是业绩和现金流都非常好的企业。重点呢是股票的全部价值，而不是差价。员工拿到手的呢是现金。Stock appreciation right， 股票增值分红权，它是发展后期或者是已经上市的公司使用的，重点呢是差价，员工拿到手的是现金。Employee stock purchase plan， 员工股票购买计划，它是上市公司使用的，就是公司给员工一个购买本公司股票的折扣券。之前呢，曾经许诺大家会详细讲一下 RCU， 那么下一期呢，我们就会通过星巴克咖啡豆股票 Beanstalk 来详细的分析一下 RCU 是如何运作的。多点干货，少点啰嗦。这里是创业公司法律说，我是美国律师刘晓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，那就帮我们订阅、点赞、分享吧。有任何问题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你的法律问题，我最关心。